大家好，中国外交政策猛烈转向，这个连拜登都看出来了。其实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包括对美国、对日本、对俄罗斯、对欧洲、对朝鲜，中国的外交政策都有或大或小的调整。我们挨个国家来看一下，然后再说一下那细胞子私生子躲在泰国的事情啊。好像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没有大幅度调整，但是其实也有调整啊，就是对缅甸啊。我们先看一下日本啊，中国突然允许日本海产品进口，让小粉红破防了。那凡是涉及到民生，无论是雾霾、污染、教育、医疗，你永远看不到所谓的爱国者上街。但是只要是抵制外国，一个个就打个鸡血一样。这类所谓的爱国者，在日本叫做法西斯，在德国叫做纳粹，在大清朝叫做义和团，在文革中叫做红卫兵，那现在叫做小粉红。和小粉红一样跳脚的呢，还有金正恩。盘点近10年来金三胖啊关于中国的最高指示啊，美国和日本是朝鲜100年的宿敌，但是中国是5000年的宿敌，没有中国也能生存下去，所以哪怕是一点小事，也不要做出任何让步，不必看中国的脸色啊。据说金正恩这么讨厌中国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最近呢，中国加强了对朝鲜走私行为的管制，甚至扣押了金正恩使用的所谓1号物品的，然后拒绝返还，这就有点像中国的特供啊。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2018年3月至6月间呢，金正恩3个月内3次访华，分别是在2018年的3月25日至28日、5月7日至8日、6月19日至20日。其中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起喝128万一瓶的天价茅台的名场面呢，正是发生在2018年3月金正恩第一次访华期间呢。2019年的1月7日至10日呢，金正恩对中国进行了第4次的访问。2019年的6月20日呢，习近平访问了朝鲜呢，算是回访。这里面有几个看点呢，就是2018年3月啊，金正恩才第一次访华，习近平已经上任6年了。第二个就是金正恩现在又开始骂娘了，有奶便是娘啊！现在中国大幅收缩外交政策，金正恩呢，他肯定也是感觉到了，拿的口粮变少了。朝鲜呢，算是中国的周边国家，不单是朝鲜，中国对缅甸、对泰国的、对东盟的政策都在收缩。那细胞子的私生子呢，有可能就藏身在泰国。2019年的时候，谢其润的好友黄旭夫就发过齐明正抱着谢其润的图片呢，还有求婚的婚戒的图呢。他图片呢，齐明正只有侧脸，但是凡是见过齐明正的人都能看出来是他呀。当时知道齐明正的身份的人寥寥无几。当时大家的重点是谢其润交了男朋友，却不是张康阳，也就是说，习近平派了大外宣，为了掩盖齐明正和谢其润交往呢，煞有其事的整出一个张康阳呢，来掩盖齐明正的行踪。当然了，也没准是谢其润同时在和齐明正和张康阳交往，也不算什么新闻嘛，贵圈真乱嘛。我们看一下，还是有火眼金睛的网友的。一名网友说，导播欠摘了吗？哎，你说对了，这个导播就是这么故意的啊，绝对不是不小心啊。什么导播这么胆子这么大？原来就是央视的台长单海雄故意的指使的。单海雄之所以让央视的导播爆出齐明正和谢其润在交往，就是因为1年多以前呢，习近平的小姨子彭丽娟呢，她为了给张高丽和彭帅的事件洗地呢，编造了假消息，说佟丽娅嫁给了单海雄啊，但是单海雄的老婆啊是
广州的一个粤剧的演员，叫做曾小敏，根本就不是佟丽娅。盛海雄担任广东的宣传部长的时候，为了曾小敏呢，还曾经举办过曾小敏粤剧艺术研讨会啊，就属于公款泡妞啊。习近平的小姨子彭丽娟也不知道是因为她老公徐兴建这床上功夫不行啊，就心理变态了，还是看上盛海雄啊，就故意要整盛海雄。那习近平的小姨子彭丽娟下令大外宣，说是广州的书记啊和广州的市长张硕甫和温国辉是因为乱砍榕树下台的，这纯属扯淡呢。北上广，广州的书记加市长能因为砍榕树这么点事儿就下台吗？真不知道大外宣没脑子，还是信大外宣的人没脑子。上海市委书记里面呢，俞正声和黄菊是邓小平、胡锦涛派系的。盛海雄在上海陆家嘴呢，搞了一个新华社的国际金融中心呢，那一块地呢就价值几十亿元人民币。那块地是俞正声俞书记给盛海雄的，这不写的清清楚楚的吗？2008年10月20日，新华社金融信息平台上海总部应运而生，正在国外访问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发来贺电。这个俞正声俞书记呢，当时跑外国还惦记着这事儿呢。那么俞正声去哪国访问呢？还巧啊！不是，正是习近平私生子藏身的泰国啊。2008年10月15日下午呢，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人民力量党的副主席宋鹏呢，在泰国外交部会见了过境泰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等一下再给大家分析一下，习明正呢到底是习近平的侄子呢，还是私生子？中国的外交收缩呢，在周边国家的表现呢，泰国、缅甸这一块就表现在了解放军这个重装实弹演习的中国卷入缅甸的内战风险的增加。其实中国不太可能卷入缅甸内战呢，因为中国在收缩外交。如果大家看了之前我对24个上将的派系背景，24个主要上将的派系背景的分析就知道了。黄色代表习近平派系的，绿色代表非习近平派系的。对照这张表格呢，一看南部战区司令吴亚楠，这是非习近平派系的上将啊。缅甸这个演习啊，就是装样子，人家都快打进云南了，边民都受伤了，再装死，解放军再装死也说不过去了。但是演习就是装样子。现在快1个月过去了，不就消停了？中国他不想，也没有这个实力卷入缅甸内战，解放军都留着内斗呢，内斗还来不及呢。南部战区司令吴亚楠呢，已经率领代表团去美国访问了，应美方邀请，2024年9月18日至20日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吴亚楠率团赴美国夏威夷参加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与泰国、新加坡、菲律宾、英国、法国、美国等参会代表进行双边会见或互动交流。吴亚楠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会见时，围绕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这个会呢，其实就是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邀请吴亚楠去的。2024年9月10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吴亚楠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举行视频通话。那9月10号通话，9月18号就去访问了。可以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在迅速升温。如果说升温不升温还不能完全确定的话，那么美国和中国军队交往的增加，这是客观的事实啊。那整个中国的所有的外交立场都在大幅的收缩回撤，这是客观的事实啊。北京香山论坛正式开幕，中国防长董军致辞罕见的没有提到台湾啊。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024年9月13日在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各国都有正当的主权和安全利益，神圣而不可侵犯。不过他的发言并未直接提到台湾议题呢。与前几届相比较呢，
中国的主旨演讲缓和了许多，其实都不用多看，就看这个搜索引擎上。今年6月2号的时候，中国防长猛烈抨击台湾。2024年6月2日，中国新任防长董军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讲，警告谁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这才刚刚3个月过去了，中国就大幅回撤了自己的立场。这个董军把自己拉的那什么又给做回去了呀，就仿佛3个月前董军压根儿就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讲话一样。历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的现实意义，这才3个月，中国就大幅度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如果要这么看的话，中国对香港的承诺能坚持20年，已经是创造奇迹了。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的核定本才3个月就打脸了。不单单是董军啊，中国全线回撤了自己的立场。解放军中将赠美方手书3个大字，小粉红看后崩溃啊！由中国军方举办的北京香山论坛9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中国解放军中将何雷特别赠送给与会的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施灿德一幅书法作品，上面写着和为贵3个字啊！万万没想到，这3个字让中国小粉红信仰崩溃，纷纷哀嚎，解放军怂了，怕打仗啊！这个何雷的背景一看就是非习近平派系的。2007年9月至2014年12月，中国军事科学院的院长是刘成军啊，空军上将，大概率是这个刘成军提拔的何雷。那刘成军很明显是许其亮的亲信啊。1984年11月，刘成军担任空军航空兵第26师师长啊。那前一任的师长正是许其亮。许其亮担任空八军军长的时候呢，刘成军他还是师长。刘成军是许其亮的下属。许其亮离开了空八军的同时呢，刘成军担任了空八军的参谋长、副军长。后来刘成军1995年担任空八军军长的时候，当时许其亮是空军的参谋长。而且何雷送给了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这个3个字和为贵呢，第一个字这个和啊就是答案啊。德国2艘军舰22年来首次穿越台湾海峡。中国虽然进行了抗议，谴德国2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声称这是增加安全风险，但是很明显中国没有打算和德国翻脸啊，因为德国是欧盟的领袖，中国他得罪不起啊。就在德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同时呢，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还在德国苦苦的谈判。欧中电动车关税谈不拢，王文涛称对欧盟失望，但是即便是这样，中国也不敢和德国翻脸，因为现在大环境是中国在大幅的收缩外交。人家欧盟就算给中国的电动车加关税了，中国它也不可能发动对欧盟的贸易战呐，因为得不偿失啊。中国对欧盟又不是只有电动车的贸易，中国对欧盟有巨大的贸易顺差。2024年6月呢，中国对欧盟的顺差达到了226亿美元啊，去年同期是191亿美元呢。就这么说吧，如果中国真的对欧盟发动贸易战，那就是说明习近平的路线方针又回来了，总加速师又回来了。如果中国认怂了，那就说明换了一个操盘手啊。中国方方面面的外交政策都在大幅收缩，远远不止我说的这么多。好的，谢谢大家。